好，中國發射神舟23號載人太空船任務，第一次安排航天員，就這個上面的这個怎麼講，說是那個也不能叫空服員，就是太空人了哈，在太空駐留1年。我覺得這人神經要很大條哎，叫你在那麼遠的地方，那麼小的地方，離地球那麼遠一點點，然後再待1年的時間，哦，那個精神真的是要很不簡單哈。那連勝武帶了台灣的青年去看神舟發射，說這是鼓勵年輕人勇敢追夢啊。那民進黨就罵了，說啊，這是中國武力提升，你替他歡呼什麼呢？啊，那另外呢，這個對不起，國民黨說神舟升空很棒，吳沛憶就說啊，台灣也有火箭發射，台灣發射我們也鼓勵啊，也鼓勵台灣的火箭發射哈。第一座，我是想說，我在台大的時候，我們有個火箭社，哦。有個火箭社，那就發表哇，大家說好棒哦，好棒哦哈！哎，那個火箭社的同學現在都當了台大教授，都退休了哈。火箭好像也沒有太大的進展哈，就是說學生都是很有熱情，我記得很清楚啊。那而且你看，我們第一座國家的火箭發射場環評居然沒過，因為原住民什麼反對，說那個地方會影響我們的生活啊，噪音啊，整一大堆哈。那好，我們先看一下火箭。拖着熊熊尾焰，伴隨巨大聲響，神舟23號載人飛船24日深夜成功發射，與神舟21號的太空人會合，完成中國航太史上第8次的太空會師。而在現場，除了有上千名觀眾參與出征儀式，由國民黨青年事務部主任連勝武率領的學生訪團也近距離見證。現在就剩下那塊牌子。事後，國民黨臉書也發文寫下見證歷史那一刻，我們看到的不只是火箭，而是人類對宇宙的想象，並附上多張印有5星旗的神舟23號照片，卻被網友批評國共一家親，他國事務與我何干？怎麼會幫共產黨大外宣？這個有點瘋了哦，那個都是武器的一個載具啊，怎麼會中國這樣的武力越來越提升，國防能力越提升啊，好像在那邊做一個歡呼？哎，這是科學研究好不好？這是一種科學研究。這個時候是諸位想說可以主動發臉書上，讓大家看到這些。當然呢，民進黨呢，什麼事情呢，都從這種什麼軍事威脅啊、武力威脅啊，然後這種角度來出發。他就是典型的得了恐共症。黨中央的臉書貼文遭到炮轟，反將綠營恐共症發作，但率團的連勝武則說，所有批評一律尊重。台灣的火箭、台灣的衛星升空的時候，也沒有看到國民黨的青年有這麼如此的歡呼。竟然國民黨連仰望的宇宙都只有中國。為什麼挑選這一次這個活動的原因是，主要是它是一個載人的一個科研的火箭的發射。我們台灣目前可能還不具備這樣子的能力了。縱使此行可以回避政治議題，終究還是觸動了綠營敏感神經。好，剛剛也看了尹乃菁回應啊，今天傳出來尹乃菁辭國民黨文傳會主委，他說因為個人的健康因素啊，然後呢，他說本來今天是他最後的工作日，今天幾號？5月27，本來是今天，但是他跟鄭麗文5月12號就提啊。但鄭麗文說呢，第一個他要到美國吧，第二個就是說要找新的人啊，那找誰來接呢？哈，那他說找到再讓你走啊。那不過如果找不到的話，大概就做到6月，我聽到好像這樣子啊。那另外說他太嚴厲了哈。那尹乃菁說跟這個人的工作表現有關，工作表現不好我不能講嗎？哦，但是為了保護他，所以不願意講太多細節。來，到底怎麼樣？我想先回到這個衛星的這個火箭的一個問題哈。我想當初在福爾摩沙衛星5號在發射的時候，包括邱進存，包括那時候的副縣長楊文科，在這個新竹產業聚落當中，他們也是額所稱慶，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一個成就。所以國民黨籍的人在發生這樣子，國家有任何的重大的一個建設，或者是我們真的是對於為過去啊，在這個火箭的投資設備上面朝野一致，都會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產業，大家沒有說因為有什麼不一樣。我覺得民進黨真的就是如乃菁剛剛所提到，這個恐共已經到了一個無可復加的一個局面嘛。連勝我剛剛特別提到了，就像是你去看 NASA 你要不要去看？很多學生對於太空非常的有興趣的時候，他們對於 NASA 裡面，而且只要是有任何相關的新的科技裡面，非常多的学生都很想去見識。那神舟23，很多的台灣人青年人去看，他也不會就是抱着這樣的一個心態，他所看到的，他所遠望的就是一個星河，就是一個太空，管它是什麼國家，只
只要那是一個科技的展現就可以了。為什麼看到 NASA 的感覺跟看到這個部分，我覺得真的不要把它刻意太去區隔。就像是民進黨的委員在看愛奇藝的時候，我們也沒有特別講什麼話。他們在抖音裡面做了非常多的這樣的一個表演的時候，他們說他們是在偵測敵情。那我們看，我們就是在鼓舞這個怎麼樣如何，不要用同樣一件事情，因為意識形態裡面就把它做不同的一個表徵。我覺得這個對於台灣的社會的進步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幫助。不過剛剛提到乃金，說實在的，我一看到這個新聞，我就想說，董哥那個位置可能在下禮拜的時候就可以由乃金來做這個。如果說他這個角色的話，那我想是國民黨最近的家務事是紛紛擾擾了。那我想這個乃金身為文傳會的主委啊，我覺得他是真的非常善盡職責。不過我還是要說，他真的是太累了，因為包括在高雄、在屏東，只要主席到什麼地方去，他就會跟着去，幾乎每天都是馬不停蹄的這樣子的一個角度來看啊。所以我想今天如果他真的要提出請辭的話，如果他說是個人健康因素，我想真的是給他休息一段的時間呢。他是休息也不代表他就離開這個對於國民黨事務的關心，也不代表他就對於這個裡面的所謂的一些文傳這個部分他就不能再給予意見，所以都不要去擴大解讀這個黨內之間又有太多的如何之間的嫌隙。我想這個東西是比較保守的說法。基本上他自己說他是身體就是身體嘛。對啊。來，嘉玲。真的是身體因素嗎？這個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哈。這個國民黨不只是多事之秋了哈，這個很多的奇奇怪怪的言論、奇奇怪怪的人事，包括蕭旭岑的事情啊，包括鄭麗文的發言等等。我想身為文傳會的主委哈，他可能很難招架這些事情啊，特別是他又是一個媒體人到國民黨體系裡面去做服務，他本來不是黨政系統出來的哈，所以在領導方面，我相信這個尹乃金應該有遇到一些問題哈。那當然了哈，我在揣測說會不會是之前李乾龍那個事情對他有一些什麼樣的怨言吶哈？因為後來李乾龍說他那個追蹤器是他太太裝的嘛哈，搞到還有什麼威脅事件，這個也是從尹乃金小姐口中說出來了，才讓這個事情燒起來哈。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樣哈，還是因為呢這個副主席沒有經過大家的同意，或是黨主席授意，就講說要韓國瑜退黨啊，導致這個很多的國民黨黨員大反彈。哈，這些事情其實都會影響到一個人的工作的態度，還有他的意志啦。哈，因為他本來想象說我就是去當一個化妝師，好好的講話而已，結果沒想到那麼多的事情，他當然會很累啊，不只是身體累，他心一定很累哈。所以我覺得尹乃金小姐休息一下也挺好的啦。小董。鄭麗文說：“鄭主席說要找一個人來接，你願意去接嗎？”不可能啊！為什麼？因為理念不一樣。什麼理念？憑良心講不一樣哈，那就是我們很多想法不一樣。我覺得乃金過去跟麗文他們是姐妹淘嘛，大概民國91年或92年，他們在我們這個電視台對面那邊的未來，在那邊主持《火線雙驕》，我是固定來賓，一個禮拜大概固定進2次。他們姐妹淘感情很好，但是不表示能夠共事，因為鄭麗文是政治人物，尹乃金是媒體人，他從過去《中國時報》公視怎麼，因為這30年來我們這常常會接觸嘛。那我講媒體人有一些浪漫，我們覺得應該怎麼做，這個官員做的都差，如果我來會怎麼樣？你去的話就知道不一樣。所以第一個我不相信身體不好，2月1號去，現在還5月底而已，說4個月突然身體不好，我覺得最主要是理念吶。我講真的，只是我們當然可以看到了。那剛剛嘉玲講說，那李乾龍那個太太不是，那是李乾龍在開玩笑啦。我問過了哈。沒有，他去地檢署應訊的時候，他說他這樣跟檢察官講，他說他開玩笑。他怎麼跟尹乃金講的不一樣？他說是賴清德裝的。沒關係哈，對，當然是一個傷害。我講這個哈，那我是補充哦，我講其實我們媒體人跟政治人物有些地方是不一樣。那不一樣就是說我們的浪漫有時候會覺得受到很大打擊。為什麼？因為我們覺得這個可以下去做啊，為什麼你們就不能做？那這碰到了這個情況就這樣。但是各位朋友，你要想想看其實我剛剛為什麼講說，其實有很多理念跟想法是不一樣，因為我們在做這樣媒體然後跑這麼久的政治然後今年年底要選舉，大家不要看說川普要年終選舉，其實我們這邊也要集中選舉啊。賴清德跟鄭麗文都有很大的壓力。年底如果這6都國民黨4都，民進黨2都，誰掉了1都，這個黨主席就要被迫下台，你不下台也不行就是那個壓力很大。為什麼？因為13個月以後就要選總統了。
那這就是台灣最重要的選舉，總統跟立委。那下來的壓力就很大。我相信鄭麗文她有很多想法，也很想好好的去表現哦。但是我們在選舉裡面，其實經過這些年吶，這些年我們以前很多看法都不一樣。好，比如說我們現在以前看戰爭都講，哇，這個坦克車怎麼樣？我告訴你，現在戰爭幾乎就只有2樣，一個導彈，一個無人機。現在已經戰爭都變成這樣，美國在打伊朗變這樣。哦，俄國跟烏克蘭在打變這樣，跟我們過去想象完全不一樣，對不對？那現在的選舉跟過去也不一樣。我講，現在選舉依照我跑這30幾年來的觀察，大概40年的觀察，我告訴各位朋友大概是怎麼樣。現在選舉在藍綠在台灣社會其實是差不多的。單一選舉可能如果說那國民黨或民進黨，我老實講，國民黨的票還比民進黨多一點點，真的。但是他都不夠半，都是30幾，最重要就是中間選民。那由哪裡可以看出來？由去年的大罷免，中間選民完全去反對民進黨，因為他們討厭青鳥，所以他們投給國民黨。國民黨沒有多厲害，因為中間選民一靠過來你就贏了，32-0。好，這是最近的一場選舉，對不對？大家看到了，那這也是這10幾年來國民黨打過最漂亮的選戰，這也是一個選戰啊。我們去阻擋民進黨的攻擊嘛。好，那大家看了，現在我覺得很多人的觀念還是過去的觀念，他沒有辦法改變過來。你就是要去爭取中間選民的票嘛。那現在對藍營來講，因為很多人他沒有改過來，他還是認為說我們是很熱愛中華民國的，我們要怎麼樣。我告訴你，因為我來自金門啊，我周遭的朋友都是深藍啊，包括我自己都可以講是啊。但我告訴他們，這個選不上啊。你在金門選可以啊，陳玉珍可以選上啊，對不對？陳玉珍在一個這邊民進黨連候選人到現在都提不出來啊？為什麼？因為他知道這是一個深藍的1對1，你怎麼選啊？就可以看到就這樣。所以你在這樣的選舉我覺得尹乃菁、鄭麗文他們都有很大的壓力。我今年年底要贏，那我2028年更要贏。他們當然有一些想法，但我覺得說，尹乃菁去了4個月以後，發現有一些分歧。我覺得2個分歧，但因為你作為屬下的話，黨主席想什麼，你要替他護航。我過去也有很多從政經驗，我都不幹了。我講實在話，國內這4個大的黨都找過我參選了，我都拒絕了。我說我要當記者，我要罵誰就罵誰嘛。那你今天看到就是說，我覺得乃菁現在碰到的困境就是這樣。這個姐妹淘，她有些想法，我如果不認同，我要一直替她講嗎？那講了以後自己會有一些傷害，因為大家都知道你不是這樣的啊。那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的話，我以後要怎麼回到社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你知道嗎？很多人從政，你就不得不講一些話，那你會讓自己不成人形啊。這個是我很深的體悟，因為我很多朋友後來都去從政，那後來從政以後，很多人就變了，變了以後，我說你們都忘了自己的初心嗎？有些朋友去當檢察官、法官，我說你們當初不是要打擊不法啦？那這其實去了以後就會變。我覺得我還比較幸運，因為我一直從事這個行業，我可以隨心所欲，這是一個感觸啊。那余秀雄，當然了，剛剛董哥在針對我們在以前常講說，你從政治圈到媒體圈，從媒體到政治圈，還是會有一些不太一樣。好，比如說趙大哥其實自己也有很深的感觸。不過我要拉回來講的是剛剛那個神舟23號的事情。我覺得我的好朋友莊瑞雄在那裡，我在看熒幕上看了言不由衷呢。他好像不罵個2句，上頭會有壓力，還是怎麼樣？我看講的都不像他自己心裡想講的，因為我認識的莊瑞雄不是長這樣。我要講事實上，早在2017年，蔡英文前總統在他們自己的全國黨代表大會上就講過，要正視中國崛起，不用一昧的討好，但是也不用凡事充滿仇恨。我常講2026年嘛，2017年9年前，蔡英文都跟你講了，賴清德都沒有在聽啊。對啊，請問一個火箭好了啊，我們站在就算是對手啊，欣賞人家的厲害，我覺得好像不到哪裡呢。為什麼一定要這樣罵？對啊，就像剛剛柯志恩講的，我們有很好的時候，我們也讚賞啊，我們也沒有講自己的東西不好啊。這個就是這種機械式的反應，才是造成今天國內大家彼此不團結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嘛。蔡英文講啊，正視中國崛起，不用一昧討好，但是也不要凡事仇恨嘛。他大國崛起有他大國崛起的這個脈絡嘛，所以我覺得剛剛看到那個我覺得
這個當然嘉玲現在是議員，以後一定有機會高升立委。我覺得民主進步党，別害我，民進党先把議員選上，对，议員選连任，議員。各位有没有发现，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我越来越發現很多我以前的老朋友，其實我每次看開記者會都言不由衷，他跟他無罵不帥。但罵完，我就不相信莊瑞雄是這樣想，他罵了2句就跑了，所以我覺得不要給這種高壓的統治啊，好，這基本上應該肯定人家。我覺得這有什麼那個？基本上就是他們在進步，我們也希望我們進步，進步更大，就這樣嘛。這樣啊，休息再回來。就是。好，那麼金溥聰今天早上接受我的廣播專訪了哈。為什麼？因為中廣新聞網的王淺秋在我們中廣前2天都訪問這個李德維，2天哦。那所以我覺得也是做媒體嘛，總是大家都來哈，都可以這個表示不同的意見哈。那好，那金溥聰今天說馬英九曾經握他的手說：“我相信你。”哦，那說蕭旭岑、王光慈阻擾金溥聰的見面啊，見馬英九了啊。那另外呢，這個本來這個事情就是說，當時他們把這個蕭旭岑跟王光慈找來，高華柱啊，這個馬英九也在，然後金溥聰談一談，拿一些資料，那要蕭旭岑跟王光慈說，就你們不要做了。那對外面號稱他們自己請辭，這是比較顧一個面子嘛哈。反正這次就沒有了。那為什麼後來搞這麼大呢？金溥聰說，因為國民黨介入了哦。那所以把事情搞很大啊。那另外呢，這個金溥聰，哎，國民黨我講白了，就是鄭麗文說馬英九身邊的賊人、賊子去搞的，這個賊子就要出來了，就必須要搞清楚誰是賊人了，到底誰賊不賊啊？等於是這次本來就沒事的，就大家就私下就是辭職就好了嘛。哦，搞到了啊。好，那麼另外呢，金溥聰說蕭旭岑捧錢那個照片是2023年10月的，他那個時候難道馬英九就已經失智了嗎？3年以前，這2年半以前，將近3年啊！而且我也講說，如果馬英九當時就失智了，只要我已經發覺哦，失智，小董失智了，我就不會說小董，我們做這事好不好？那因為他失智，他講好也沒用嘛。所以如果那個時候馬英九已經失智了，那你們這些人就不應該去問他，然後現在說他通通忘了，這不是欺負一個失智人嗎？假如他那時候沒有失智，你就不能說那個時候他是通通忘了。你知道這意思？就是做人的厚道，而且做一個部屬的厚道嘛。假如我老闆，我覺得他已經身體不行了，我還去問他，我還說寫下來吧，你簽個名，有一個存證，怎麼會問了然後就說他忘了？問了以後他忘了，這個很奇怪了哈。好吧，這個金溥聰今天問說，難道2023年的時候，而且那個時候還在推動藍白合，記得嗎？在體育館推動藍白合哦，對不對？記得嗎？所以那時候看起來好像沒有失智的樣子嘛哈。好，那主要是捧這個現金了哈。那到底怎麼回事啊？那這個他們今天又修了一張照片，說馬英九跟這個韓會長也照過，但是問題是馬英九跟韓會長的照片有捧的現金嗎？沒有嘛，對不對？所以捧的現金當然很奇怪嘛。所以我早上有問金溥聰，我說這是為什麼要捧個現金呢？那金溥聰不好講，他說哎呀很多種揣測，所以我當時我就揣測，我說有幾種可能嘛，一種是給馬英九交代啊。因為他說這個錢是捐給馬英九個人嘛，所以呢，照個相，到給馬英九看，哎，我的確捐錢給你，這一種可能。第二種跟北京交代嘛，是不能講呢，說哎，我的確捐了錢給馬英九基金會，哦，要不然就是跟其他台商這個吹牛，說你看我捐了錢了，哎，哦，那所以呢，到底怎樣？結果呢，講完以後，鄭麗文馬上哦說我是對台商歧視，說台商的錢見不得光嗎？這我不懂啊。所以，有的人常常怪我說，為什麼要去跟鄭麗文辯論？我沒有跟他辯論，是他挑戰我，他罵我，他在他那個黨裡面的訓練說趙少康的話不能信，大家都不信他了。今天也是，我有提到鄭麗文，我一句也沒提到鄭麗文了。他就說趙少康這個看不起台商，台商錢不能捐嗎？我有看不起台商嗎？我有說台商錢不能捐，完全沒有講啊。我只是說這個相片，鄭麗文不覺得這相片很奇怪嗎？為什麼要這樣呢？難道台商捐錢都要拍個照，要留底存證嗎？鄭麗文能不能解釋一下，這到底奇不奇怪呢？就很奇怪，我也不懂啊。就是說我只是說這是很奇怪，我也沒有說一定是怎樣，對不對？這跟台商錢見不見得光沒有什麼關係。那所謂見得光，就是每個都要拍照嘍，所有照片都要這個見得錢都要拍照了，你不覺得奇怪嗎？哦，好吧。那另外呢，因為馬英九基金會是在新北市淡水登記的，我以為在台北，
搞了半天在新北登記的。所以呢，因為最近鬧這些事情，新北就是說，他基金會有年度報告、有財務報告，說會按規定辦理來審查。哦，那至於有沒有什麼捐錢呢？到底有沒有入賬什麼，他們可能都要審了啊。那所以呢，到底風波後續怎麼樣？新北市文化局主管機關說，應該基金會要開董事會來釐清。那到底會怎樣？我今天也問金溥聰，到底要怎樣？對不對？你馬英九希望最後怎樣？哦，一種是大家和解嘛，大家坐下來把誤會解釋清楚就好；一種是真的不行，到法院去告。哦，到底怎樣？金溥聰他們今天下午會開這個董事會，馬前總統決定。他現在他說他不講話，他講話又說他挾持馬英九，他說我不講，馬英九要怎麼樣就馬英九決定。我們看一下。看蕭奕辰在他5點聲明裡面講，他說是2024年3月，因為馬總統禮遇要到了，很多企業要捐錢嘛，所以他就這個捐款，所以他就跟馬總統請示了以後，馬總統說這個我都引用他的話，一切用於公用。那至於那一張跟台商捧鈔票的照片，他說他印象中是其中之一啊，他說他有跟馬報告，馬忘記了嘛，好，他通通都是這個用忘記了這個作為最好一個他的解釋。但是呢，那張照片是在王光池的電腦裡面找出來的。2023年呢，那個時候正在推藍白合的時候，馬總統還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那時候你再不能說他那時候是失智嘛。馬英九是個性一定講用於公用，公用的話也要入賬。他說什麼企業不喜歡人家知道是誰捐的錢，我們捐款裡面很多都是無名氏啊，對不對？你就用無名氏入賬。然後就變成公用了，公款公用，像就是基金會還是要入賬，一定要入賬。好，這個正好，當然藍營我知道基層也蠻焦慮的了，我說這個事趕快解決，趕快解決了哈。所以你怎麼看？我個人覺得說，就像你剛剛提到的那個，我們鄭主席參加的就是有參加的德維，因為他是在鄭主席旁邊的人，他很清楚，他也是這個3人小組，他把話用他的角度去把它陳述清楚。那這當然這個部分也要給金溥聰一個澄清的一個機會，他今天講的非常的一個清楚。不過我個人覺得，因為真的是藍營都陷入了一個集體的焦慮，因為你會發現兩方都是我們都認為他是在保護馬英九總統的這個現場當中，只是大家的角度會不一樣。以金溥聰來說，他過去跟他這麼大的一個革命情感，我也絕對相信馬總統的身體可能會有一些的問題，可是他總是在這個過程中好好壞壞。那在比較好的時候呢，他覺得怎麼突然之間周圍的一些都不是符合他所期待的，他能夠最借助的當然就是金溥聰，過去是2個人在一起，所以金溥聰以他的個性來說，他當然是希望能夠把事情畫得清楚。不過他這個小刀一出鞘啊，簡直是遍體大家都必須要馬上來接招啊！他光是秀出那張的一個照片，當然可以證明，就是說這裡面有很大的一個疑點。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去看，會不會讓民進黨在這一塊裡面也會來提到，就是說，那這個台上用這個方法來去捐給這個基金會，不管是個人或什麼，那這個東西是不是這個東西的程序上面是不是會是合法的呢？會不會有另外一個更大的一個部分裡面，反而是造成未來在對於基金會裡面所處的一個司法的問題上面，會做更進一步的來做一個追殺？這可能都是我們後續要去做釐清的。那我也絕對相信周美青姐跟這個所謂的馬以南，他們也是以馬總統的這樣的一個身體為由，希望他不要再出來做這樣的一個處理。那其他的都是馬總統過去很親密的一個所謂的幹部，他們一定有他們自己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事情。所以我只能說兩方所持的點，那我絕對相信金溥聰應該就會是在馬總統好的時候，他是為他來去做這些事情的理清，讓馬英九覺得可以有一個人可以來做一個好好的幫他處理這件事情。那至於事情到最後怎麼樣落幕，我們也還在焦慮當中。我今天去查了稅捐稽徵法，也問了會計師，台商也好，個人也好，是可以捐給個人的，可以的。而且納稅義務人不是受贈者，是捐贈者。比如我们現在1年是244萬的免稅額嘛，超過你就要交稅嘛。所以納稅義務人不是被捐贈者，是捐，不是受捐，是捐的人。那就好了。所以馬英九是沒問題的。所以台商這個韓先生是可以捐給馬英九的，沒有問題。馬英九也可以說給基金會公用，都可以。所以基金會，但問題是他說基金會應該入賬。對，沒錯。就是說我個人捐給基金會，因為基金會不是個人嘛，基金會應該有個入賬出賬啊，
否則會計是要查嘛，新北的主管機關要查，就差在這個地方，所以真的是這個東西了，所以其他都是花邊了，你對我好我不好，什麼這個哭那個沒哭，但是就說這一點，既然說我捐給馬英九了，馬英九說好，那你還要公用，那公用這個要入基金會的賬，哦，這個跟馬英九有沒有失智、腦筋清不清楚無關的，當然，就算我失智了。主管該做這個事人，該依法做還是要做的，其實就是這一點嘛。來，嘉玲，你們民進黨會怎麼運用這個事情呢？運用沒有啊，我們就是覺得看起來覺得有，當然霧裡看花啦，哈。不過我要老實講，我真的覺得尹乃菁小姐很聰明哈，她趕快跳船哈，不然這一艘船不知道要開往哪裡去啦哈。她上任，鄭麗文上任之後這麼多事情然後，那我們再回到這個馬英九總統的事情來想哦。事實上早上我全程都有聽啦哈，我可以證明說趙大哥沒有歧視台商，好，他只是覺得說真的很奇怪，確實的哈，你捐錢，那你如果正當的錢，你應該你拍照也 OK 啊，但是你怎麼沒有入賬？這很奇怪。2023年捐的錢，你到2026年的尾牙，你來發給大家，那這3年這錢呢跑哪去了？那兩回事哦，就是2023年10月捐的，2024年照的相。那王光慈尾牙是另外一筆錢，不是這筆，是另外的錢。对啊，所以兜不起來嘛。這個就是說。如果這個錢是正正當當沒有問題，你就應該入賬。你有什麼理由不入賬？然後再把這個責任推給馬前總統，我覺得我為馬總統覺得很可憐啦。坦白講，民進黨沒有什麼見縫插針，我們純粹站在這個旁觀者立場看，說馬總統真的很可憐。那我要對這個金溥聰給予肯定啦。為什麼？因為你看看哦，當他。馬總統為什麼會求助於他？因為那個他描述的過程就是他已經求助無門了，他整個是被鎖住的，連金溥聰都見不到他，還要透過所有說不要繞過基金會，那金溥聰才跟高華柱來幫忙他，那這個是情義相挺啊，這麼多年的兄弟情啊，在他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幫助他，何錯之有？結果變成現在千夫所指都是金溥聰的問題。我覺得蕭旭岑跟王光慈應該要自己檢討一下，為什麼基金會的賬這麼簡單，才幾百萬的事情就沒有辦法處理好，還羅生門說馬總統出手打你，這些應該都有證據吧？你把這麼多的過錯怪在馬總統身上，我覺得對馬總統是相當不公平啊。我今天有問金溥聰，怎麼大家都那麼討厭你的？你到底得罪多少人呢？今天這個問題就2個，第一個就是因為金溥聰人緣太壞。他過去的這個有冤報冤，有仇報仇，所以過去跟他有冤的人、有仇人，通通出來罵他。然後因為金溥聰出來，就變成這事都是騙人的，因為金溥聰騙人，這是騙人，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馬英九失智了，因為馬英九失智，所以我們所有事情都跟他報告過了，他全部忘了。然後就主要這樣很不厚道啦，焦點主要就在這2個身上，現在再回來。